离世让很多人痛心，也让人难以接受。虽然李玟与中国好声音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，但是事件不断的发酵升级，众多参加中国好声音节目的人都纷纷站出来为李玟发声。浙江卫视终于在8月25号顶不住外界压力，终于表明态度，停播。从2012年中国好声音开始了播出第1季，浙江卫视从英国代理公司收购版权，谁也没想到这个打着草根也能成名的节目，在现在竟然变了味，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众人的声讨从节目组到导演，虽然也没有放过连续担任12季好声音的主持华少。华少自从好声音节目播出以来，一直是以念广告快嘴而出名。作为一直参与节目的人，想必也是知道一些内幕，但是也一直保持沉默。于是网友迅速扒出华少从前的所作所为，在与自己主持的大牌驾到节目中采访张家辉，态度极其不尊重人，以至于让张家辉发飙。华少脚一翘，摆出2郎腿，秀出自己的手表和戒指，接着就开始打听张家辉的房产问题。张家辉没有接话茬，并且直接回怼要看主持人的分寸在哪里，并给华少忠告不要什么话都将让人不舒服。但是华少显然没有听进去，依然在节目中我行我素的，在中国好舞蹈的节目上揭别人的伤疤，消费他人苦难，被金星骂得哑口无言，面露难色。还在综艺上嘲笑孔雪儿不会吃鱼子酱，把孔雪儿弄得难堪，表情怪里怪气的，把网友激怒，不得不站出来道歉。种种行径不能说是情商低的原因，应该归咎于本身的人品的问题。根据学员王泽鹏的爆料能知道，在之后李玟的脚无法站立，导致只能坐在舞台上唱完整首歌曲，华少没有出面帮忙，作为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和道德遭到质疑。网友随即感叹道，如果是何炅的话，就肯定会来帮忙的吧。在何炅的微博下，更是有人发出要是和李玟一起录制的，是何炅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提到何炅，同为电视主持人的何炅，显然在节目中可比华少高了不止1个台阶。何炅作为华少的前辈，撒贝宁的假小对手，当然素养高了不止1点。网友纷纷指出，何炅总是能在类似事件中，用高超的主持技巧和高超的情商，巧妙地化解尴尬。在金鹰节颁奖典礼上，姜晃老师拿的设备出现故障，导致屏幕上什么都没有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主持人何炅当机立断，立刻反应过来，自然救场，赢得了众人的掌声。在向往的生活中，魏大勋危险发言说电影导演的问题，何炅察觉到危险发言，主动揽下，表明是自己导演的电影《栀子花开》，让魏大勋成功躲过一劫。主持人何炅不仅有顶级的救场，还能做到关怀小咖位演员，没有任何架子。可以说，娱乐圈有1半艺人都是何炅捧红的。但是再往深处想，这次李玟事件的爆发，就算是说破了天了，华少也只是一个小主持人，并没有实权。如果这次一旦说出事件始末，自己的主持生涯可能就到此结束。应该搞清楚，一切的原本都应该是背后的中国好声音。浙江卫视搞的鬼。8点17日，疑似李玟生前录音被曝，揭露了好声音的丑恶嘴脸。作为好声音的副导演，柳黎在8点18号依旧发抖音配字，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并且面对网友的质问，柳黎更是直言不讳，语气丝毫没有歉意。其实这都是浙江卫视的一贯作风，并且一切都早有端倪。早在2012年、2013年，好声音导师那英就已经发出了对节目的不满，控诉好声音节目恶意剪辑。杨坤也说过，剪辑专业些吧，不要只顾赚广告，不行就换主持。对于浙江卫视蓝台的吐槽声音也是接连传来，看来蓝台的恶意剪辑早已成为一种惯用手段。袁立早在2012年就参加了《演员的诞生》，他当时的表现举止怪异，表情不自然，表演十分的夸张，众多观众都在质疑袁立是不是耍大牌，是不是疯了。在看到恶意剪辑后，袁立没有坐以待毙，发微博表示断章取义，说假话，我只和浙江卫视这个傲慢的恐龙干。在之后，袁立在节目访谈中透露内幕，我们得知是节目组屡次邀请袁立参加节目，并且承诺可以支付1笔80瓦的晋级费。本来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但是却发生了意外，袁立被淘汰。当袁立指出节目组店大欺客后，节目组为了报复而把袁立剪成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。在采访中，袁立义正言辞地说出，浙江卫视仗着自己的权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欺负一个演员。
所有比你小的都可以欺负。就连主持人金星曾经受邀在浙江卫视参与非同凡响的录制，整个节目做得非常好，但是在临近最后一期时，制作方就以跨性别者将金星踢出最后一期录制。但是谁不知道，金星是以毒舌吐槽著称，敢说真话。如果按照金星的性子，迟早会将节目组的潜规则全盘托。预测到这一后果，害怕金星，便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他赶出节目。金星绝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，也绝对不会惯着浙江卫视为非作歹，随即在节目中一把扯下了浙江卫视的遮羞布。就在这样众多著名艺人的评价之下，浙江卫视并没有因此消停下来，反而愈加猖狂。就连作为好声音导师的陈奕迅，也在其他节目中为我们爆料其中的猫腻。相隔10天被淘汰的女学员重返舞台，并且导演要求陈奕迅和那英转身。最近更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在好声音节目中可能存在遥控座椅。潘玮柏作为导师，需要按按钮转身选择自己的队员，但是从画面可以看出，潘玮柏并没有按下按钮椅子，但是自己却转了过来。潘玮柏一脸惊讶和错愕，应该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包括刘欢也表示，制作方的剪辑夸张，为了吸引眼球无下限，让导师们一会儿哭一会儿又嗨的。他看出了节目组水很深，只履行了第1季合同便再也不参加了。这些歌星艺人都深知，这其中的内幕都在参加了几期之后都不再参与录制了，再只有李玟还在为了音乐和新人奔走。根据好声音学员杨灿爆出的信息来看，李玟曾在接到节目组通知后，连夜赶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，一片苦心，但是却让李玟落了空。不像陈奕迅和潘玮柏事后指出，或者是保持沉默，李玟更加的大胆，直接当着节目组的面直接开撕。为什么分数比别人高却还要被淘汰？这件事情爆出后，节目组再次公报私仇，在收官之夜的上给李玟的镜头少之又少，甚至明知李玟有腿伤还视若无睹，还给李玟增加难度，把本来要扶着李玟的王泽鹏叫到一边，在舞台上侮辱一个歌手，把李玟再一次逼向死路，为李玟的结局添了一把火。浙江卫视的罪行深扒下来，不止一个伤害李玟这么简单。曾经在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上丧命的高以翔就是一个例子。在节目连续几天的高强度熬夜录制，高以翔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。一个娱乐节目竟然要付出生命来拍摄，也同样在当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声讨。再看看浙江台发出的什么呢？竟然只是一纸轻飘飘的说明，在4年后的今天同样还是没有任何变化，浙江台还是一样的不负责，一样的傲慢，轻而易举的将人命一笔带过。在已经失去一条生命之后没有整改，竟然还能再次犯错，可想而知背后不简单。如若接着放任下去，在这样之后还会有多少个高以翔，有多少个李玟出现，还要坐视不理到什么时候？希望这次的停播能够真正的彻查，静待这次的处理结果。